福生无量天尊，道有慈悲，贫道贤真在此与诸位结缘。我们从来不只是被自己所创造，我们也是被世界共同生成。人的生命不是凭空而来，也不是孤立存在。在《道德经》第51章中，老子再一次回到道与德的根源处，从生之本源讲起，试图为我们呈现一幅万物如何从无而有、从道而成的自然画卷。这一章的内容看似宏观，实则关涉到我们生活中非常具体的修身之道与制度之困。章节开篇就揭示了一种三重生成的关系：道生之，德处之，物行之，事成之。这里的生处形成一层一层，层层推进，从无形的生成之理到具体的形态表现，再到事物运行的状态与结构。如果我们对前几章已有理解，就能看出这里所说的道，不是一种神秘的力量，而是事物自然而然的本源，是任何生命得以发生的前提。而德在此不是传统伦理意义的道德规范，而是让生命得以持续和养育的秩序，是那种内在于生长过程之中的涵养性力量。这几句话的结构非常独特，它不是用现代人喜欢的逻辑推演或者概念定义来阐述真理，而是通过一种多层次渐进式的动词叠加来呈现道的功用。它先是生出万物，而后有德来养育，接着是万物获得形体，最终是事，也就是各自的状态、功能与存在方式得以确立。这是一种带有宇宙论气质的生命谱系表述方式，在哲学史上具有极高的原创性。也正因为此，《道德经》长期被误读为宗教隐喻，实际上它在讲的是一个极其朴素而深刻的生成逻辑。如果我们将这4个阶段引入当代制度视角，会发现这段话恰好可以对应一个健康社会的生成结构。一个制度之所以有效，首先需要有其自然之道，也就是本源性逻辑，它不能违背人性，也不能脱离现实。其次，要有德，也就是让这个制度能够包容、涵养、呵护多样性与弱势群体的内在张力。接着，它必须能在现实中行之，也就是说，制度要有执行的载体、清晰的流程以及适应性的组织形态，最终这个制度的事才得以建立。它的运行不依赖权威指令，而是自然发生，结构稳定，能量流动。然而，当我们把视线从宏观制度层面收回来，我们会发现这段文字同样可以引导我们理解个人的成长路径与自我修养。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急于塑造一个有用的自我，追求技能、地位、标签。但如果回看道生之、德处之、物行之、事成之的顺序，我们会意识到，真正的成长必须首先来自于内在本源的建立，也就是内心的道有没有真正觉醒。接着，是我们能否用一套不被外力驱动的节奏来养育自己，是否愿意让自己慢慢成熟而不是催熟。然后才是我们在外部世界中形成了怎样的形象、角色与功能，最终才是那个事的确立，也就是我们真正的稳定性、能动性以及面对挑战时的自洽能力。所以老子接着说，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他强调的并不是一种形式上的敬畏，而是自然层面的事实状态。也就是说，万物如果能够顺应道而不逆行，能够在德的养育中生长，那么它们自然会表现出稳定、协调和持续的生命力。这种尊道贵德不需要任何强加命令，它是莫之命而常自然的。这里的命不是命令的命，而是命令性结构的存在。换句话说，真正的道德秩序不依靠外在强制，而是自然而然地流动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它不是规则性的约束，而是生态性的呼吸。从制度的角度来看，这句话提供了一个极具颠覆性的判断。今天许多制度之所以脆弱，不是因为它们不够严密，而是因为它们试图用命来塑造德，试图用命令系统来替代自然生成的信任结构。一个好的制度不在于它规定了多少惩罚，而在于它是否能使人发自内心的愿意参与并彼此协作，
制度的稳定最终是依赖个体内在的伦理自觉与社会整体的信任机制，而不是靠强制手段。再回到文本，老子重复了前半段的话：道生之，德畜之。然后他继续写道：长之育之，庭之独之，养之覆之。这里非常有意思，这种重复不是为了强调单调，而是为了展示道与德作用的全周期。生只是开始，育才是过程。长之育之指的是让其生长并教育之，庭之独之是让其安顿与加持之，养之覆之是供养并加以庇护之。这6个动词从时间上看，覆盖了一个生命从诞生、成长、定居、经历苦难、获得资源支持，直到被庇护的全过程。老子用极其浓缩的文字概括了一个生命完整的经历，同时也反映了一个制度对人民应当承担的完整责任。在当代社会中，这一段话具有很强的制度映射意义。如果一个社会想要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它不仅要在生与育阶段提供保障，也要在庭与独，甚至是养与覆阶段提供支持。这不仅仅是教育问题，更是整个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系统能否覆盖到人生的所有阶段。比如，当一个人失业、患病、遭遇心理危机时，制度能否及时的扶之？当一个家庭陷入照护困境时，能否有人停之？这些才是一个社会德性的体现。如果德性仅仅停留在口号层面，那么它根本无法完成道生之之后的全周期养育使命。而对个人而言，这6个动词同样是修身之路上的必经过程。很多人以为修身就是读书、冥想、练习节制，但其实真正的修身之道是日常生活本身。我们能否耐心地养育自己的情绪，安顿自己的欲望，照料自己的身体，理解自己的脆弱，并在遭遇失败时给予自己庇护，这才是真正的德。而这种德不是装出来的风度，也不是灌输来的准则，而是与生命本源相连的涵养力。所以最后老子写道：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这是本章最核心的义理所在。生而不有，意思是给予生命但不占有；为而不恃，是有所作为却不依赖或倚仗所作所为；长而不宰，是让他人成长但不以主人自居。这3者共同描绘了一种最高级的德行状态，也就是玄德。它深不可测，不争不夺，却能深远地影响一切。玄德不是一种表面化的善良，而是一种不值的深层智慧，是一种让一切自由生长却始终在场的隐形力量。在工作情境中，这段话尤其值得深思。今天的很多管理方式都强调控制、指标、绩效、评估，仿佛只要通过制度设计就能保证组织高效运转。但老子提供了另一种可能，那就是领导者应当以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为理想，让员工自然成长，各展所长，而不是用强制命令压制个体潜能。这不是放任不管，而是在信任与引导中构建团队生态。在这样的生态里，每个人不是被拥有，而是被支持；不是被命令，而是被涵养。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家庭关系。为人父母者总想孩子听话成才，甚至以自己为模板来设计孩子的未来。但真正的养育是一种生而不有的艺术，它要求我们放下对孩子的占有欲，不把他们当作自己愿望的延伸，是一种为而不恃的支持方式。我们做了很多事，但不因此自我膨胀，更是一种长而不宰的自我克制，让孩子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与时间。这种养育方式不显山露水，却能真正育人，正是所谓的玄德。玄德之所以玄，就在于它不显、不争、不立名，却是构成人与人之间最深层信任关系的根基。在一个不争的家庭，爱才能流动；在一个不恃的组织，人才敢生长；在一个不宰的制度中，尊严才得以实现。而当我们读到这里，老子仿佛还留了一手。我们会发现，他在本章讲了这么多关于德的涵养、道的生成，却没有明确指出当人背离这一切时将会发生什么。他没有责备，没有惩戒，而是以一种几近圆满的姿态收束全章。但正是这种圆满，让人不由得问下去：如果有人不遵道、不贵德，会发生什么？
如果一个制度丧失了玄德的涵养，又会面临怎样的瓦解？这正是下一章要揭示的悖论。我们将在第52章中继续追溯道的起源，以及如何知其雄、守其雌，重新理解一个社会与个体的力量应如何在柔中求稳，在静中生根。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悟。道德经的智慧应该被更多人看见。关注频道，我们下期再见。